1个时辰前，我还是大前朝丞相府人人献夜、说一不让的嫡大小姐林婉清。直到那个胎记和那封连夜送来的密信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自己只是个霸占别人人生的假千金。小姐，夫人的马车已经到城外，您看是穿这件蜀锦云缎，还是上次新买的孔雀罗锦？不行，我若是穿一身绫罗珠翠盛装出席，在母亲眼里就是故意挑衅真千金。小桃，把那件青灰素养裙拿来。小姐，这件是前几年的款式了，穿出去怕是不符合您的身份。我现在可不是什么丞相府大小姐，体面、安分、低调才是假千金该有的自知之明。让你收拾的行李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可是小姐，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丞相府？难道是老爷和夫人为了真千金立足才要赶您走？小桃，不许胡说！离开丞相府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我平白霸占他的身份这么多年，只有我离开才能让这个家少些敌意与争斗。是，真千金，我本就无意与你争抢，不论是父亲母亲的爱，还是丞相府的荣华富贵，希望你可以对我减少恶意。小姐，夫人和真千金的马车已经在丞相府门口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来，瑶儿，尝尝这个金丝燕窝。谢谢母亲，母亲对瑶儿真好。你在乡下受苦了，往后在家里，天天都让你吃山珍海味。来，瑶儿，尝尝这个，这个呀，对身体好。小桃，给我盛1碗银耳羹来。是，小姐。婉清妹妹，你是不是嫌弃我碰过这些东西？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动过你面前的那些吃食。你要是讨厌我，我走就是了。这真千金，怕是个看规格画报看坏了脑子的戏精吧？瑶儿，这府里的碗筷，你想用哪个便用哪个，这是你自己的家，吃什么用什么，全看你的心情，没人敢嫌弃你。谢谢母亲。婉清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？你现在摆这副受尽委屈的脸色给谁看？母亲，我不过是想喝1碗银耳羹罢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母亲，都是我的错，让你和妹妹吵架了。自从妹妹的亲生父母把我们调换后，就一直逼我干重活，动辄用鞭子抽打，我连生饭都吃不饱，更没时间学规矩。妹妹嫌弃我也是应该的。我那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竟然这么对待真千金，这真千金真的太惨了吧！我可怜的孩子，你受苦了，都怪那对天杀的夫妻，都是你！若不是你，我的瑶儿怎么可能受这么多苦？虽然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生父母造的孽，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造的孽总归是要我来替他们还。若瑶姐姐，快别哭了，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只是我今日胃痛，想要喝1碗银耳羹暖胃，并没有嫌弃姐姐的意思。不对啊，按照接下来的事情发展，他不该恼羞成怒跟母亲大吵大闹，彻底坐视恶毒名声吗？怎么会如此乖巧？母亲，妹妹这金钗真好看，我以前在乡下连铜板都没见过几个，更别提这么精致的东西了。姐姐既然喜欢，那便送给姐姐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姐姐的。我房里所有的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，我已经让人全部打包好了，一会儿就派人原封不动的送到姐姐院中。这假千金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这么轻易就把东西全给我了？谢谢妹妹，妹妹对我真好。婉清，既然你这么懂事，母亲正好有件事想与你商量。娘，您但说无妨。来了，真以为给些小恩小惠我就会放过你？平白替我享受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，这些可远远不够。若瑶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如今虽然回了家，但手里总归要有一些东西傍身。我记得你及第那年，你父亲在你名下放了城南的2间旺铺和百亩娘田，你现在把这些都交给若瑶打理吧，正好让若瑶练练手，学些李家账目之能。不行。什么？你敢不答应？没错，这些是当年我为江南水灾出谋划策，圣上亲自赏赐的。如今母亲要我把这些还给妹妹，难不成是在质疑圣上赏错了人吗？你
吃穿用度全都是丞相府的。过去18年，你花的每一文钱，穿的每一匹绸缎，都本来是我女儿若瑶的。母亲，我敬您养育之恩，但账不是这么算的。这是皇上，是父亲对我的奖励，是我自己凭本事挣来的，不属于我的，我一分不拿；但属于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妹妹，你怎能说的这般轻松？若不是丞相府，妹妹你怎么可能有条件接触这些东西？恐怕你也是和我一样，不过是乡下野丫头罢了。若瑶姐姐，作为妹妹，我想告诫你一句，丞相府不是什么地主商户，这些个争宠的手段上不得台面。与其在这里跟我争取这些没用的宠爱，不如还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。在大理寺拿着胎记的文书出现的那日起，我便委托了大哥，让他去衙门把这些契纸正式过了户，按了大印。现在这几张地契在律法上只认我林婉清一人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你早就防着我们了。母亲，他不懂难不成母亲你不懂吗？他连最基本的账目都看不懂，握得住这烫手山芋吗？到时候被人设局卖了，指不定还要给人家数钱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你就是自私自利。良药苦口，言尽于此。这丞相府嫡女的身份，我还给你，你好自为之。你要去哪里？既然是假千金，如今我还留在丞相府，倒也是与理不合。今日便会搬出去。你是不是拿了丞相府的东西了？既然不是丞相府的人，就不要拿府中的东西。我的行李就在外面，只有一些贴身衣物，剩下的金银珠宝我一并留在了府中。娘不会连最后的体面都不愿留下吧？哼，算你识相。那些东西可都是若瑶的，某些人可不要妄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母亲，妹妹一个人在外面可怎么是好？万一遇上歹人可怎么办？不用管他，若瑶，等你爹和你哥回来了，一定让他们为你讨回个公道，拿回那些铺子。我受了18年的苦，如今回来了，却让他带着良田铺子出去过好日子。林婉清，我绝不让你好过。林婉清，你今天表现得极其体面，不仅保住了全部家当，还全身而退。刚给那真千金上完课，现实就这样给我狠狠一击。以前出门车马成群，恶奴开道，如今假千金身份一破，车马收了，仆人散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就只剩下这一叠地契，竟连怎么雇一辆马车都不知道。荣，这是荣亲王的马车，我怎么不知道丞相府与荣亲王有什么牵扯？这是荣亲王，传闻大前朝手段最狠辣，连皇帝都要忌惮四藩的亲王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没找到马车。大哥说过，沈一安此人城府深不见底，招惹他的人连骨头渣子都不剩，绝不能与他有任何瓜葛。林姑娘，请上车吧。王爷日理万机，今日屈尊降贵，总不会是特意来给小女子当车夫的。况且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容易惹人非议。王爷还是请先说正事吧。我们成亲吧，你做本王的王妃。王爷不要拿小女人说笑，你应该是没听说吧？我今天刚被告知是假千金，如今不过是个穷苦百姓，怎么敢攀上王爷的高枝？本王的消息自然是灵通的，你若是答应，作为成亲的诚意，本王会给你丰厚的聘礼。另外，本王会将名下100间京城旺铺，外加城南万亩桑林的契纸，立刻转到你名下。他这又打的什么算盘？还有这些，成亲后，荣亲王府库房随你调用，你同样会有高人一等的身份，不必再受任何委屈。王爷给的这么大方，倒让我有些害怕了。是王爷府中有什么私生子缺母亲，还是王爷有什么特殊癖好，就喜欢假千金这种身份的人？林婉清，本王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既然都不是，那王爷究竟有什么意图？我现在可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假千金，我现在连高门府中的养女都不如，他们见了我都要绕道走。王爷娶我，不怕沦为京城笑柄？而且你还被逐出府门，解除了与顾家的婚约，连丞相府备下的10里红妆也一并失了，对吧？只要你与本王成婚，这些失去的东西，本王都会成倍补给，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你难道不想证明，离了丞相府，你林婉清依然能活得风光无限？不想让你的姻缘比那个真千金更遥远？王爷，我单凭自己也依旧能过得风光无限。丞相府与我有养育之恩，王爷若是想从这里对我大哥和爹爹下手，未免太小瞧我林婉清了，也想去丞相府。小姐，我刚刚去租了一辆马车，快上车吧。小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已经离开丞相府了吗？小姐临走前虽然已经把我的卖身契还给了我，
但我还是想要留在小姐身边。我没有家人，只有小姐了。小姐别不要我，我是个假千金，跟着我怕是没有在这丞相府的日子悠闲。只要是在小姐身边，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小桃都不怕。快上车吧，小姐，外面霜寒露重，别冻到小姐。刚才荣亲王的话，小女子就当从未听过。先告辞了。本王还以为他今夜骤然失势，会躲在无人处伤心垂泪，没想到他还是这般坚强。王爷，您明明是想帮林姑娘，连价值万金的聘礼单子都带来了，为何不直接亮出来？林姑娘这下误会深了。不必了，林婉清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拯救的弱女子，是本王急于求成。明明已经找皇上赐婚，连圣旨都带来了，就差林小姐答应了，结果就这么黄了。走吧，回府。是。我们终于自由了，不用再受丞相府的束缚了。没错，以后我们就开启新生活了。虽离开了丞相府众人，但好在我们彼此相伴，往后同心协力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母亲，瑶儿是不是就不应该回来，抢了妹妹的位置？不哭了，心肝肉，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，娘一定会帮你把属于你的拿回来的。这就是大前朝一人之下的丞相爹爹和掌管大理寺的世子大哥，好威严的气势。老爷琛啊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这就是你们平日里最疼的女儿林婉清。身世一揭开，她就卷走了全部田产铺面，连夜搬走，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她能在身份骤失的绝境下迅速反应，走通林琛的路子，转走铺子，既保全了她自己，又没让林家因争产闹上公堂，丢了丞相府的脸面。此等破举手腕与心性确实难得，不愧是父亲一手教养出来的孩子。什么？他们竟然在夸那个假千金？看来父亲和大哥才是府里的风向标，我必须让他们彻底厌恶林婉清。瑶儿才是我们亲生女儿，这一切应该是瑶儿的，凭什么她林婉清能得到这一切？疼，母亲，我的手好疼。瑶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当年的旧伤又犯了？当年在乡下不小心伤了骨头，娘你别多心，他们对我很好。真当我不知道吗？来的人都说了，你养父养母为了多卖几担柴，逼着你每天砍柴100斤，若是不砍完，就用沾了盐水的皮鞭。我的瑶儿真是命苦啊！你身上的伤，果真如你所说，是被婉清亲生父母虐待所致。是，当年在乡下，不仅要砍柴，每到冬天，他们就逼着我用冰水洗全家的衣裳，这才落下旧伤。不过不打紧的，能给若瑶一口饭吃，若瑶已经知足了。林叔，立刻去请大理寺过来查验。你们两个当官的，难道要把大理寺审犯人的手段说到自己亲妹妹身上吗？你们跟那林婉清一样薄情寡义。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撒谎。如今大理寺验伤之法极为精简，旧伤心痕、钝器所伤还是利器所致，甚至是否是干活磨损，一验定。请太医看诊，不仅能替你医治，更能辨明是非，还你一个清白。我都说了是真的，我身上的伤多得数不清，有的是干重活伤的，有的是不小心摔的，这手臂上的伤也不一定是皮鞭抽的，或许是我记错了。够了，明日在府里办一场认亲宴，将若瑶的名字写进族谱。另外，给婉清下一封请帖，让她明日也务必到场。是。老爷，那是我亲生女儿的认亲宴，你让那人来碍什么眼？糊涂！只有婉清明日出席，外头那些世家才会相信我们丞相府没有内讧，内宅和睦，才能稳住几大家族在朝堂上的联姻与人心。连婉清那丫头都明白的道理，你活了40年还不懂？刚回府，少跟着你母亲出去招摇。你要学的不是如何穿戴享用，而是如何在这深宅大院里立足，帮助丞相府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丞相府千金不就是穿金戴银、享享福吗？摆什么官架子，装个圣人，真是无趣。这绿豆糕和京城第一糕点铺玉香栽的糕点，
没什么不同嘛。对啊，小姐，之前老爷从来不让您吃这些街边的糕点，现在离开了丞相府，终于可以吃上了。现在我这身份打扮还是不够低调，我们去珍宝阁看看，选2件低调一些的首饰。好。哎呦，林大小姐，您今儿个怎么有空赏光小店？快请上座，瞧上哪件了？掌柜的，您以后叫我林姑娘便是。我现在可不是什么丞相府。林小姐，您可真会说笑。今儿个一早，丞相府的大总管林中就亲自来过一趟，说是只要是您看上的账，一切照旧，全记在丞相府账上。我父亲并没有停掉我在各处的花销，反而一切照旧。林姑娘说哪里话？丞相爷一早下达的指令，在各商号白字黑字写得清楚。没想到父亲还是如此惦记我。虽然父亲大方，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丞相府，便不能再挂丞相府的账。掌柜的，我手中没有多余的闲钱，能否给我拿几个素雅一些的银餐？好嘞，林姑娘，我现在就去。若瑶，这只点翠海棠珠花真好看，我正缺个搭配新衣的，只是今日出门走得急，没带荷包。阿念，你若是喜欢就拿去，除了这个，你还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买。林若瑶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哟，我当是谁这么大阵仗？原来是被赶出府的假千金林婉清啊！怎么，现在你逛珍宝阁，不会还是记在丞相府下吧？你们可要注意点，这是个假千金，早就和丞相府没关系了，可别让他占了丞相府的便宜。顾小姐，刚刚掌柜可是说了，林管家特意交代了，小姐依旧可以记丞相府的账。您是在质疑丞相的决定？你可否还记得，你是丞相府记入族谱的嫡大小姐？当然。你疯了，林婉清！你凭什么砸我东西？要乞讨就去大街上，找个破碗跪着。林若瑶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不是给你这顾家女付账的跟班。我的海棠珠花，你个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林婉清，你到底发什么疯？我招你惹你了？我确实疯了，才会在看到你丢人现眼的时候拉你一把。林若瑶，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啊？你现在代表的是丞相府的颜面，你堂堂嫡女，去给一个顾家女上赶着付账，那顾家可是跌在朝廷上的政敌。今日你这做派要是传出去，明天满京城的世家都会笑话丞相府接回了个自甘下贱的丫头，丞相府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我只是看顾家势大，想早点帮爹爹结交权贵，在京城立稳脚跟，我有什么错？若是再由着林若瑶这么作死，父亲最多保林若瑶衣食无忧，以后怕是连丞相府的大门都不会再让林若瑶出去。你凭什么这般指责我？你的店铺2天都是父亲给的，买首饰珠钗的钱也是用的丞相府，你现在还有脸指责我？就凭我知道身份揭开之后，没有哭天抢地作践自己，而是拿着地契体体面面的离开。就凭我知道什么是丞相府的尊严，而你只知道丢人现眼。而且虽然父亲继续让我挂账，但是我只会用自己的银子买，没有用丞相府的1块银子。我不懂你们高门大户的算计，我只是想让顾念带我早点融入京城的世家圈，我有错吗？你到底在急什么？父亲昨夜亲口说会补偿你，将你过去这么多年受的委屈成倍补回来。你如今连这点时日都等不了吗？可是，顾念说，父亲是不会给我这个半路回来的女儿的。顾念说，顾念这是在挑拨离间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想让丞相府离心。况且父亲既然说出口了，就断然不会食言。你只需安静等着便好。真的吗？当然。不过父亲在朝堂权谋一生，最恨的就是被人欺骗。若是你对父亲坦然相待，我相信你的日子以后不会差的。你身上的伤，果真如你所说，是被婉清亲生父母虐待所致。只要你当初在乡下，真的在我那亲生父母手里过得不好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，那你便拥有了一张在丞相府横行无忌的绝世好牌。可如果是假的，林若瑶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顾小姐既然这么爱惜这珠花，
怎么不直接拿回府里供在祖先牌位前？本小姐不与你这落魄的假千金计较，毕竟明晚丞相府的认亲宴上可有一场天大的好戏，等你唱呢。林小姐，老爷吩咐了，明晚府中给若瑶小姐举办认亲宴，请您务必出席。多谢，转告父亲，晚清明日准时驻场，定不会丢了丞相府的脸面。林婉清，我长兄顾燕山，也就是你那刚退婚的未婚夫，明晚将作为若瑶的未婚夫出席。这出荒唐戏，本小姐可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的。你可千万在宴会上气得当场晕死过去。顾小姐还是担心你们顾家吧？是我们小姐先提出退婚的，是我们小姐不要你们顾家。你个死丫头，敢这么对我说话！我的人就不劳顾小姐操心了。阿念，别理他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刚才的话全都白说了，一句都没听进去。若瑶，一会儿我们去醉仙楼吃一桌全玉宴，你做东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都依你。阿念，你说我是不是误会林婉清了？今日在廊道里，我觉得林婉清说的那些话，好像并不是在针对我。若瑶，你不会真这么天真吧？林婉清因为你的归来，18年养尊处优的身份没了，林婉清恨不得扒了你的皮。林婉清那是骗你玩呢，她可有的是手段对付你。可是林婉清说，父亲最痛恨被人蒙骗，我不该撒谎说我身上的伤是被他们虐待的。其实林婉清的亲生父母对我挺好的。你不说谎，你那丞相父母能心疼你？林婉清能主动离开？可大理寺要是查出来怎么办？你哥是在这吓唬你，想让你不战而败呢。行了，别想了，醉仙楼到了，赶紧走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大晚上的怎么一个人坐在这水榭，不怕危险？有大哥在这儿，就是有歹人都会被大哥的气势吓得跑掉。油嘴滑舌。对了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查林若瑶和顾家的关系？我总觉得这其中透露着古怪。顾家怎么这么快就找上林若瑶了？我们倒是想到一起了。今早我已经着人去调查了，等有了结果就告诉你。还是大哥动作快。婉清，你千万不要怪母亲，她只是觉得亏欠若瑶太多了。我怎么舍得怪母亲？曾经母亲也是很疼爱我的，只是知道了不是她亲生女儿之后才这样的。请帖收到了吧？你可想好了？明晚来赴宴一定会有落井下石的人。这宴我是一定会去的，放心吧，大哥，我可是你堂堂世子爷的妹妹，这点挫折还打不倒我。好，大哥让孙嬷嬷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白玉糕。去吧，瑶儿，今晚你是这宴会的主角，去与你未来的夫婿说说话。若瑶妹妹，许久不见。燕山哥哥真是造化弄人，若瑶万万没想到，1年前你在山村救了若瑶，1年后，若瑶竟成了你当年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这便是佛家所说的缘分。看来上天注定你我本该是一家人。不过林婉清以前可是顾燕山捧在手心里的未婚妻，他对林婉清也曾这般温柔深情吗？顾大少爷，那假千金林婉瑜退婚之后，可曾哭哭啼啼的去顾府求你千万别退婚呀？不曾。若瑶被接回林家的当日，林婉清便让人主动将2家的退婚书和新物送回了顾府。算那冒牌货识相，占了林大小姐这么多年的尊誉，若是再赖着不走，
可就真成了京城的笑柄了。这偷来的金窝终究是要还的。林婉清一个乡下泥腿子的亲生女，也配做我们顾家的长媳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只有我若瑶姐姐这般尊贵的血脉，才配得上我长兄，对吧？可是阿念、燕山哥哥，你们不觉得林婉清退婚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些？身份刚一揭开，林婉清就退了顾家的婚，带走了所有地契，甚至连看都没多看顾家一眼。林婉清的反应，倒像是急着甩开顾家人。甩掉我们顾家？怎么可能？离了我长兄，林婉清一个无权无势的落魄假千金，下半辈子还能嫁给什么样的男人？林婉清来了。婉清妹妹来了呀，我还以为妹妹今晚不肯赏光呢。喏，说起来，京城上下谁不知道林婉清？从小锦衣玉食的在丞相府里长大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那礼数规矩可都是请了宫里最好的教习嬷嬷调教出来的。可不是嘛，谁能想到是个假货？如今正主林若瑶回来了，听闻被接回府那日浑身是伤，连一双旧布鞋都磨穿了底，真是造孽。占了人家真千金的位置，享了18年福，林婉清倒还有脸面出来四处走动。林婉清，我以为你是个识大体的，会知难而退，不来这认亲宴，给你若瑶姐姐添堵。母亲说笑了，父亲亲自下请帖，让婉君到场。父亲的命令，婉君自是不敢违抗。占了旁人位置这么多年，如今正主都回来了，他林婉清倒还端着丞相府二小姐的金贵架子给谁看？阿念，够了，少说两句。顾少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听说林婉清的亲生爹娘不过是乡下最粗鄙、连字都不识的农户，纵使在金窝里养了18年，骨子里流的也还是下贱卑微的血，真是晦气。荣亲王殿下到。荣亲王，当朝唯一的异姓王沈义安，传闻他性情孤直暴虐，从不参与任何臣子的府宴，今日怎么会来？天哪！荣亲王殿下怎么会突然光临丞相府的家宴？这可是连圣上都要礼让3分的荣亲王，林丞相真是天大的面子。他怎么来了？本王来晚了。没有，宴会还没有开始。我的天，荣亲王这哪里是给丞相府面子，这分明是冲着假千金林婉清来的。林婉清，一个无权无势的落魄假千金，究竟是何时搭上荣亲王这尊真神的？为什么林婉清这个冒牌货总能轻而易举得到全天下最好的东西？仗我的身份18年还不够，如今连权倾朝野的荣亲王都成了林婉清的靠山。紧张了？有点儿。莫怕，完事有本王在，看着便是。刚刚本王似乎听到了是你在说话吗？顾小姐这么喜欢说闲话，不如就去静心寺好好静静心吧。王爷饶命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林小姐。林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言语侮辱你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吧，我不想去静心寺。王爷，求您看在顾家的面子上，饶了小梅这一次吧。希望以后你可以好自为之。王爷，顾小姐想来不是故意的，这次便饶了她吧。这次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，我便不离弃。多谢王爷替我这不省心的妹妹解围，当真是劳烦王爷了。不劳烦，顺手而已。婉清，到爹爹这儿来。
父亲，婉清以为您还在生婉清的气，今后都不会再理婉清了。怎么会不生你的气？一声不吭的就从府里搬走，我还担心是你今后不认我这个爹爹了。怎么可能？只是如今婉清身份尴尬。罢了，既然来了，便先寻个位置坐下。认亲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诸位，今日林某设宴，一是为小女若瑶接风洗尘。若瑶这18年来流落在外，今日终于回到了林家。这其二，则是林某想向诸位重新介绍一个人，我的另一个女儿林婉清。婉清是我亲手带大的，看着她学步，听她喊出第一声父亲。开蒙入塾那日，她死死抱着我的腿不放，哭得大声，像是怕我走了便再不回来。父亲，父亲说这些，岂不是明摆着告诉满堂众宾客，林婉清才是他心头最疼的那个女儿，而我不过是徒有血缘的陌生人罢了。今日是为若瑶接风洗尘的好日子，但在这里，林某要告诉诸位至亲好友，婉清是我养了18年的女儿，从前是，现在是，往后也是。自今日往后，小女若瑶年纪尚轻，涉世未深，往后出入各处，还仰仗在座诸位大人多多包容体贴。次女婉清素来心性温善，诸位往日多有疼悯，往后亦望诸位一如既往，多加体恤。劳烦各位费心，林某在此谨谢诸位厚爱。好了好了，莫哭了。今日是皆大欢喜的日子，虽然这过程倒有些像画本子里头的恶人作乱，反倒被主角翻了盘。大哥胡说什么？父亲方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在我的认亲宴上为林婉清这个假千金洗白？若瑶，婉清是你父亲与你兄长从小带大的，这18年的感情不是说断便断的。可若我与他不曾被调换，有18年感情的人便是我了。他凭什么被原谅？那我这些年受的苦又算什么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林相，今日令爱当众吃酒泼人，不知丞相府就是这般教养闺阁女儿的。王爷恕罪，小女失仪无状，是臣管教不严，臣即刻带她向王爷赔罪。逆女，待我立刻给王爷下跪认错。闯下弥天大祸还不知悔改，父亲平时的教导你全然抛之脑后了吗？还不速速向殿下跪下赔罪！臣管教无方，请殿下责罚。罢了，看在林二小姐的面上，本王今日便不再追究。丞相府往后好生约束家中子女，下不为例。阿琛，闭门谢客。是。多谢诸位今日莅临，认亲宴到此结束。大家可以去前厅用餐，我带家父谢过各位了。若瑶，如今没有外人了，有些事得关起门来说。阿琛，把人带上来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若瑶，你应该认识他们，这些都是你曾经生活过的乡下街坊。今日让他们自己来说。回丞相大人的话，当年二小姐的养父带若瑶上山采药，不小心遇到野兽，是为了护着若瑶才被抓伤，落下了满身伤疤。二小姐的养母也根本没有打骂过林若瑶。当年他们家生活困难，林家两口子每天早出晚归出去挣钱，自己不舍得吃喝，省下钱全给林若瑶买新衣服了。没错，当年正是他们两口子找到小生，求着小生教林若瑶识字，为了那点学费，他们自己饿得3、4天不吃饭。你们胡说！你们是不是被林婉清收买了？你们合伙来骗父亲母亲！丞相大人，小人这一把老骨头了，
没必要说那丧良心的话。这丫头在我们村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大家伙看得一清二楚。就是，反倒是这丫头，一回了京城富贵了，就开始贪要自己的养父养母，实在是没良心。若瑶姐姐，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是顾家吗？你没有立刻否认，那就是了。顾家，二小姐说的可是顾燕山顾公子。大概1年前，顾公子确实来找过小生，拿走了学术的名册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林若瑶就总是莫名其妙的被偷银子，甚至差点被强盗杀害。每次可都是那位顾公子路过，替林若瑶解的围啊。没错，你这1年来在乡下吃的所有苦头，受的所有磨难，全都是顾燕山亲手安排好的戏码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燕山哥哥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待我是真心的。姐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回府的第1天跟你说过什么？我说高门之中无有道理。他不是在救你，他是在亲手折断你的骨头，好驯养出一个对他死心塌地、感恩戴德的未婚妻。你少胡说八道！顾家那孩子顾燕山，我先前见过多次，斯斯文文、知书达理，绝不是那种阴险歹毒的小人。妇人之仁。母亲，你除了每日与京中各府夫人饮茶上花、置办头面衣裳，可曾真正见过高门之间的人心？可曾见过那些人皮底下包着的是狼心还是狗肺？你竟敢这样跟母亲说话！母亲以为顾燕山是什么良善之辈。顾燕山为了除掉政敌，曾让人半夜逆杀政敌幼子。3年前的事被顾城府压在大理寺，可不代表没发生过。姐姐，我刚回府那日，你与母亲便急着追问我退婚时拿回的田庄铺面契书，这也是顾燕山教你的。顾燕山是不是告诉你，等我拿到了林家那些地契与铺面，转手贱价点卖给顾家？不会的，燕山哥哥不会这样待我的，他待我是真心的。他说过日后这些都会是我的依靠的。好了，若瑶，今日之前的事，为父可以看在血缘的份上，既往不咎。这18年来对你的亏欠，以及你养母供你读书的恩情，我1分不少都会给你。只是我会把你送到城南的静心寺，对外只是说是清修，你在那里好好反思，莫要再出来丢人现眼。每月我会找人给你送去你需要的东西。父亲，你要赶我走？没错，我不会也不敢将一个脑子愚蠢、被人捏着刀柄的女儿留在身边，留在府里，让你亲手把刀捅进林家的心口。老爷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要赶我的若瑶走？她才从乡下吃完苦回来，难不成你还要让她继续去寺庙里面吃苦吗？我这是为她好，让她在静心寺好好跟老嬷嬷学学怎么辨人心。若瑶不能再跟着你了，免得继续被人当刀使来对付自己家人。我不要去什么静心寺，父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别赶我走。姐姐，快起来！父亲平生最厌恶的便是轻易跪地求饶、没有骨气的人。你若还想留一丝回京的转圜余地，便站起来，堂堂正正的说。你滚开！少在这里假好心！若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你回府这些时日，为父最不能容忍的是没有骨气，轻易下跪，竟是一丝一毫都不知道吗？老爷，这些天我一直在备办认亲宴的事儿，忙着采买泥铁，没来得及好好教导若瑶规矩。够了，先叫他起来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若瑶，快起来，听你父亲的话。当务之急，不能再让若瑶继续留在你身边了。老爷，我可以教好若瑶的，她是我的亲骨肉啊！你教？你除了与那些夫人太太们喝茶赏花、置办头面衣裳，抱怨府中短了你的阅历，你还会什么？你在他身边日复一日地强调他的委屈，让他觉得满天下都欠他的。你可曾教过他如何在这错综复杂的宗族世手里立稳脚跟？你教过他守住自己的脊梁？你这不是爱他，这是把他往废了养。既然要留在京城，
就必须改掉这一身小家子气的毛病。我为若瑶物色了一个好榜样。婉清，教导若瑶的事，往后便交给你了。另外，我还会请来曾侍奉太后的吴嬷嬷来教她规矩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闹这么大一出戏，就是为了把林婉琪这个假千金名正言顺的接回家。姐姐，这都是父亲对你的良苦用心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父亲是希望你可以在这高门里生存下去，少蒙骗我，在这个家我就是个外人。罢了，他怕是不愿我教导他。爹，大哥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先别急着拒绝，先看看你大哥给你准备的酬劳再说。给，教导若瑶的报酬。这可是和田玉的籽料，我寻了这么久还没找到成色这么好的。大哥放心，就算没有这枚玉佩，我也一定好好教导姐姐，绝对不辱使命。真不愧是顶级和田羊之玉，成色温润，毫无杂质。恭喜小姐，小姐在京城古玩行寻了整整3个月都没见着影子，大少爷出手可真阔绰。一枚玉佩便能让你高兴成这般吗？见过荣亲王，王爷不是离开了吗？不在前厅饮宴，怎么跑到内府长廊来？出来躲个清闲，没想到走着走着就到这里了。本王手里多的是，你看看喜欢哪个，本王自允。不愧是手握兵权的荣亲王，这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，在他手里居然跟大白菜似的按堆呢。若都喜欢，便都收下。府中还有些许和田羊之玉做成的玉钗，也一并赠予。王爷，这恐怕不妥吧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若是传出去，我拿了这玉佩，旁人还以为我林婉清贪图王爷的财物。请王爷自重，我们丞相府底蕴深厚，玉佩也是数不胜数。本王只是见你刚才笑得开朗，想让你更开花些，没想到让林小姐误会了。林若瑶若是有你半分脑子，今日也不至于被顾燕山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耍得团团转。王爷谬赞了。燕山哥哥，今日大堂上，我父亲和林婉玉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若瑶，你我相识整整1年，这1年里，我是如何护你疼你的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吗？你觉得我会是那种算计你的小人吗？不，我相信燕山哥哥，他们定是不喜欢我过得比林婉清好，故意挑拨离间。来人，把这个私闯后府的登徒子给我乱棍轰出去！林婉清，你凭什么赶人？燕山哥哥才不是什么狂徒！姐姐，你是把父亲方才在宴厅里说的话全都当成耳旁风了吗？燕山哥哥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以后是要嫁进顾家的。父亲如今不准我与顾家来往，我日后过了门，还如何在顾家立足？姐姐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丞相的亲女，就算你真嫁给了顾燕山，你背靠的也是丞相府。在这京城之中，只要父亲还在位一日，顾家谁敢给你脸色看？若瑶，听话，你先回房去。可是燕山哥哥，听话，林丞相如今正在气头上，你莫要再惹他不快。顾大少爷好手段，不过一句话就让我那姐姐乖乖听话了。那你呢？这么说，你我也做了多年有名无实的未婚夫妻，你如今这般轻易的把我让给别人，心里难道就真的一点都不难过、不怨恨吗？顾大少爷也说了，咱们只是见过一面，不过是有名无实罢了。能把顾大少爷这尊大佛送给姐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
何来难过？早知你将规矩体最为重，当初在剑前，我真不该让你看到我让人逆杀正人幼子的场面。顾少，伤春悲秋可不是你们顾家人的风范。若是顾首府知道你深夜在丞相府后花园纠缠，怕是又要家法伺候。林婉清，不愧是你，借着真假千金的事由，火速甩开我这个旧婚约，转头便攀上了荣亲王这颗高枝。顾燕山，你少在这里含血喷人！本姑娘与王爷清清白白，岂能容你泼脏水？顾延山心悦你，但顾家更需要一个听话的丞相千金做顾家少奶奶。这话可千万别让大小姐听去，不然大小姐觉得是小姐抢了她的如意郎君，非得闹得鸡飞狗跳不可。夜深路重，王爷今日也看足了戏，快些回府吧，天色不早了。这就对本王下逐客令了。今晚你既拿到这玉佩，又看了一出好戏，可谓满载而归。本王今日为你保驾护航，是不是该向你讨点省事？王爷想要什么报酬？下月初，皇后的千秋宴你要去。千秋宴邀请了全京城5品以上官员的家眷，我身为丞相府嫡女，自然是要去的。届时千秋宴上的作诗大会，本王定会赢得头筹。本王将那彩头送给你，如何？王爷不是要我给报酬吗？怎么又给我彩头？本王说是报酬，那就是报酬，到时你接着便是。是。小姐，这荣亲王怎么对您的事这么上心啊？他连作诗大会的彩头都要送您，难不成王爷是心悦您，想要讨您欢心？死丫头，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哪来的胆子，还敢编排荣亲王？小桃，这哪是编排？王爷那眼神都快粘在小姐身上了。行了，别贫嘴，回房去。明日开始，咱们还有硬仗要打。硬仗？父亲既然把林若瑶交给了我，我自然得好好尽职尽责，教好我这个好姐姐，不能白拿了大哥的玉佩。林婉清，你凭什么这般好命？刚没了顾家的婚约，转眼便有王爷亲自来护着你。明明我才是林家真正的千金。二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能好好教导大小姐规矩，这幅前朝文征明的山水手卷真迹便是二小姐的了。这文征明的真迹，当年我求父亲好久都没有得到这幅字画。没错，这幅价值连城的字画，二小姐随时可以带走。好，小姐，这教导大小姐不仅得到了那玉佩，现在又拿到了文征明的真迹，大小姐可真是咱们的福星。若瑶姐姐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姐姐回来这么久，还没去我的房间看一下吧？走。这些都是你的？是啊，作为丞相府的千金，平日里免不了要替父亲参加各种高门宴会，衣着体面得体，也是世家女的学问之一。也是，像你们这种高门贵女，每天穿金戴银，吃喝不愁，而我自小只能省吃俭用。养父母为了给我教数学，每天半夜起来做鞋子，白天步行2个时辰到镇子上卖，更别提穿新衣服、戴新首饰。这些华贵的衣服更是想都不敢想。若瑶姐姐，作为丞相府唯一的亲生女儿，你以后只会拥有更多。但这些衣裳首饰，在我离开丞相府时，都是我最先舍弃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这些不都很贵重吗？随便卖掉一件，就能换不少银两，你居然舍得？因为它们只是装点门面的物品，可能在外头我会因为这些东西被人盯上，而手头紧时能换的现银也有限。
田庄、铺面，这些才是我目前最该死死攥紧的东西。他们可以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钱，而这些东西来自哪里？来自给林家带来的实际，来自父亲的信任器重，踏踏实实做出些实事来，别在父亲跟前触他的逆鳞，这才是你回丞相府最该做的事。你不用总嫉妒我，多一个女儿，父亲也疼得过来。可是我今日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父亲还会信任器重我吗？这个问题嘛，或许你可以去请教林叔。小时候我闯了祸，都是林叔帮我出谋划策，在父亲面前求情的。够了，你不用说了，真虚伪！明明就是林婉清一句话的事，他非要推给一个低贱的下人。林婉清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怕我夺了父亲的宠爱。大小姐这生的哪门子学气？林小时候闯了祸，确实都是求林叔来周旋的。这林府里除了丞相自己，还有谁能比林叔更懂丞相的心思和规矩？他可真是不识好人心。他这是误会我了。二小姐辛苦了，接下来教导规矩的事儿便交给老奴吧。林叔办事，我最放心不过。一个管家再怎么得父亲信任，终究是个下人。林婉清让我向一个下人请教，分明是在故意羞辱我。若瑶，林中可不是寻常管家，你父亲视他为亲兄弟。林琛、林婉琪平日里都唤他一声林叔，你得罪了他，在府里对你没任何好处。母亲，怎么连你也帮着他说话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不如林婉清，觉得我不懂规矩，不配做林家的女儿？老林，你过来了。夫人，这是老爷特地请来的吴嬷嬷。吴嬷嬷曾经在宫里伺候过太后，以前也教养过二小姐。老爷交代，以后大小姐就跟着吴嬷嬷学习规矩。嬷嬷，我不需要别人来教我。若瑶，别耍小性子，这吴嬷嬷可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。而且你刚惹你父亲不快，现在可千万不要再忤逆他了。大小姐，往后老奴会好好教您规矩，容貌丙等，体态丙等，妆容亦是丙等。你凭什么这么评判我？我以前在私塾连乙等都没有得过，你竟然说本小姐是丙等？林婉清呢？林婉清以前得的是什么？之前二小姐在老奴这里皆是乙等。乙等？我还当她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也不过是个乙等。乙等算什么？我只要稍微用点心，绝对能拿到甲等。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，我这个真千金比那个贾户强得多。若瑶小姐，规格课程可不是纸上谈兵，每项成绩都要靠真本事。譬如这门宴会课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如何作诗品茶，皆有大学问。宴会课，明日就是宫里的千秋宴，林婉清也会去。我现在就要去宴会上，证明我比她强100倍。够了，絮絮叨叨的没一句有用的。本小姐搭配好衣服不就是了？看这阵仗，你们林家的兄妹今日倒是全来。皇后娘娘的千秋盛宴，臣等身为臣子，自当不敢有半点怠慢，是吗？但本王瞧着你们林家的另一位千金，似乎并不是这么想的。林若瑶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进宫了？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是来参加皇后娘娘的寿宴，是来以诗会友的，又不是来和旁人比拼衣着华丽的。圣贤书上说，奢靡之风不可长。妹妹，这宫中赴宴比的就是衣着门面。你穿成这副模样站在这里，御史台的人瞧见了，只当是我们林家刻薄了你。高门世家的体面，可不仅仅是省下几两银子那么简单。夫君，别在这里动怒，平白让人看了笑话。我这便带他去我姑姑苏嫔娘娘的宫里，借一身合规矩的宫服换上。听你嫂嫂的，快走！
小姐，小桃真怕了这位大小姐了。她这脑子莫不是在乡下听那些穷酸戏文听坏了？穿得像个吊唁的来参加皇后寿宴，这不是诚心要拉着我们一起掉脑袋吗？林婉清，他如此愚蠢作死，你当真不怕他日后连累了整个丞相府，连累了你？我的亲生父母调换了我们，害得他白白在乡下受了18年的苦。他恨我不信我，都是应该的。可是在这世上，最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学好规矩站稳脚跟的人，其实便是我了。你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一点也没变。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前便见过。今日为贺皇后娘娘千秋特设诗会，名题为《秋月》。诸位贵人可各展才思，诗成后录于薛涛间，由宫人呈递，皇后娘娘亲为评判。半个时辰为限，请诸位着墨。玉露凝寒色，金风动晚晴。云开千里白，月满一江明。桂影随人转，箫声隔水清。遥知天阙外，此夜最关情。格调高华，气韵清远，尤其是这颈联，一影一声，虚实相生，妙啊！王爷可真的是才貌一绝啊！没错，这诗真的一绝。荣亲王果然好才学，不过是平平无奇的离诗，哪里值得这般夸赞？林叔说我过不了宴会课，我偏要在作诗大会上拿到甲等，让父亲看看谁才是林家真正的骄傲。若瑶，你做什么去？诸位一味夸赞此诗气韵清远，依我看，不过是词藻堆砌出来的虚浮皮囊。林大小姐，对本王的诗有何见教？通篇写庭尽风月，花影轻声，翻来覆去尽是前人写烂的景致，无半分独属于自己的心境与胸襟，空有华美自补，内里却是空空如也，谈何格调高华？通篇写景，无一字写心。秋月之诗，若无羁旅之愁，故园之思，身世之慨，不过是画匠笔下的死物罢了。这林家大小姐怕不是疯了，荣王的诗她也敢挑。上回在丞相府认亲宴上，她就泼了荣王一身酒，今日又来，这是嫌命长。林大小姐说本王此诗词藻推记，空有皮囊。没错。那依林大小姐之看，这桂影随人转，箫声隔水清一句，该如何改？改就改。改成桂影随人转，雁声穿云孤，箫声隔水，不过是闲情逸致，雁声穿云，方有天地苍茫之感。您那句隔水，小家子气得很。这平仄都不对啊！上句随人转是平平仄，下句穿云孤是平平骈，三平尾，犯了大忌。而且雁是成群南飞的，哪来的孤字？林大小姐，作诗先敬礼，本王教你3个错处。其一，雁无孤飞，秋雁南飞，从无独行之理。王爷，世间亦有离群孤雁，何来错处？离群之雁皆是伤病落物，你前句写秋月清明，后句配颓败孤雁，意境相悖，通篇气韵直接乱。其二，章法大乱，你下句直接落笔雁声穿云，猛地拉至9天之上，一静一远，一低一高，全无过度铺垫。
远近相称，不是更显意境开阔吗？作诗讲究起承转合，上句桂影随身是眼前温柔近景，下句陡然雁穿云霄，无铺无垫，生硬调转，这是强行拼凑，气韵断裂如残帛。其三，落笔虚空，隔水听箫，水波阻声，方得清越悠远之意，这是身临其境的真意。你写雁声穿云，声势滔天，穿透云层，太过夸张虚妄，全然是闭门空想，无病呻吟，看着华丽，实则空空如也，毫无真情实感。穿云只是夸张修辞罢了。修辞贵在真切，隔水听箫，声音水阻而清越，是人身亲历的实景真意。你这雁声穿云，凭空造势，空洞浮撒，看着华丽，实则无半分真情实感，落了下句。林大小姐，改诗之前，先读懂了诗再说。你连这诗为何要那样做都没想明白，便急着要改，这不是论诗，是扯。母亲，您这刚找回的女儿，今日这脸丢的可真是……够了，我只是觉得……林大小姐觉得什么？觉得本王的诗不好，那你的诗在何处？时辰到，请诸位贵人将诗作呈至庭前。完了，我方才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怎么会那般蠢？荣王此诗起承转合皆有法度，首联写昼夜交替之天象，下联写秋夜千里之辽阔，颈联以桂影箫声收束近景，尾联以天阙关情荡开余韵，层层递进，虚实相生。本宫宣布，今日诗会魁首，荣王沈易安。荣王这诗确实当得起魁首。臣多谢娘娘恩典。此为本宫当年陪嫁之物，跟了本宫20余年，今日赐予荣王，荣王可随意处置。上好的羊脂玉，皇后赏的果然不一般。臣多谢娘娘恩典。王爷这是……本王说过，迎来的彩头送。什么？荣王殿下为什么把玉镯送给了林婉清？我可是听说林婉清根本不是丞相府真千金。这荣王这是当众定情了，那可是皇后戴了20多年的玉镯，凭什么又是他？我费尽心思去证明自己，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，而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有人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送到他面前。沈丫，你这是要让我成为满京城女眷的宫提啊？那你怕不怕？不怕，我林婉清连假千金都当过了，还怕做王妃不成？林家二小姐好福气，竟然可以得到荣王殿下的青睐。这下可伤了京城多少贵女的心。可以呀，嫂嫂可别打趣我了。小姐，您这都看了快1个时辰了。从宫里回来到现在，您除了换了件外裳，就一直坐在这儿看这只镯子。再看下去，这玉镯怕是要被您看出个洞来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在想事情。想事情，您能盯着同一只镯子看1个时辰？小姐，您这脸上都快写满了沈易安3个字了。死丫头，越发没规矩。荣亲王的名讳也是你能随便叫的？小姐，小桃知道您在想什么。您是不是在想荣亲王为何对您这般上心？
他今日说那玉镯只是迎来的彩头，可我总觉得不止如此。殿下分明是特意为小姐准备的，偏要找个由头相送，无非是怕旁人闲话，落了小姐闲话。方才殿上多少世家贵女盯着他，他眼里半分旁人都没有，只频频往您这边望呢。希望只是小桃想多了。大小姐，今日咱们学点茶，温杯、投茶、注水、出汤，每一步都有定数。您先看老奴做一遍。大小姐，注水要稳，手腕不能抖。您这是在倒茶还是在泼洗脚水？我不学了，什么狗屁规矩！我回乡下去，总比在这里受你们这些下人的气强。姐姐要走，我不拦你。正好，我走了，这丞相府就剩你一个千金了，如你所愿。姐姐也不必拿我撒气。姐姐有没有想过顾燕山1年前在你乡下安排的那出英雄救美？如今你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若回了乡下，按顾家的手段，你还能过安生日子？就是去外面做工，也比留在这里被你们折辱来的体面。茶虽粗了些，但也不是不能喝。姐姐，规矩不是为了为难你，是为了让你在这京城高门里活下去，活得有底气，有骨气，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姐姐，你要想清楚了，你这一走，再回来可就难了。父亲本就为了皇后的千秋宴生你的气，已经尽了你的足。如今你再赌气一走了之，父亲可就真的不会再原谅你了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这里根本没有人在乎我。你们口口声声说燕山哥哥害我，可是只有他愿意关心我、爱护我。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，这是当年顾燕山给杀你的强盗的信。原来是真的，他真的设计好了一切，我只是他的棋子。那只茶壶还能再用吗？大小姐若愿意重新学，老奴便重新教。林婉清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我心仪的人是在利用我，我的家人也对我失望。姐姐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可笑过，我只是觉得你太着急了，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让所有人看见你。可有些事儿急不来的。那我还能学会吗？只要姐姐愿意学，我一直在。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林若瑶那个蠢货，只要稍加示好便能乖乖听话。你说林家2个女儿翻不出你的手掌心。如今呢？如今林若瑶被丞相禁足学规矩，林婉清搭上了荣亲王沈一安。父亲，沈一安此人城府极深，定不是真心待林婉清。真心重要吗？林家和荣亲王联姻已成定局。若沈一安真娶了林婉瑜，那林丞相在朝堂上便是如虎添翼。你呢，到现在都没从林若瑶嘴里掏出一点有用的。都是林家对他藏着掖着才这样。哥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千秋宴上我亲眼看见的，沈一安对林婉瑜那是真上心。你啊，这回是彻底没戏了。你闭嘴！凶什么凶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林婉琪，他退了我的婚，转头便攀上了荣亲王，倒是好手段。你现在还有心想这些？我告诉你，林若瑶那边你最好想办法重新攥回手。只要林若瑶还对你死心塌地，我们顾家就还有一张牌可打。可自从千秋宴后，林若瑶便被禁足，且我托小厮传信也没得到答复。那就想办法，只要他对你还有一丝情意，便有挽回的余地。父亲，哥哥，我和林若瑶关系好，如果我去丞相府约她出来，我想她应该不会拒绝。好，只要念儿能把他喊出来，我便可以重新让他对我死心塌地。大小姐，屈膝的幅度再小3分，腰背挺直，下颌微收。对，就是这样。
起身时先直腰再抬手，莫要抬头了才直腰，那样显得慌乱。嬷嬷，这样可还成？比昨日上午好了许多。大小姐天资不差，是从前未曾有人教过，如今进步的是越来越快了。若瑶姐姐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我听说你在府里学规矩，妹妹特地来看你。阿念，你怎么来了？若瑶姐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难道不能来看你吗？我哥这几日茶饭不思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我知道他心里放不下你。那些乡邻都来作证了，你哥他确实安排了一切。那都是林婉清收买的人，他为了把你从我哥身边赶走，是不是下错事做不出来？我哥这一年为你花了多少心思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吗？他若是真想利用你，犯得着花整整1年的功夫。可，哎呀，若瑶，你们相识1年，就算这些事儿是真的，那些情欲还能有假？顾小姐，老奴斗胆提醒一句，未经主人通传便私入内宅，与礼不合。顾小姐若是来探望大小姐，应当先递帖子，由门房通报，经夫人允准方可入内。这般不请自来，传出去对顾小姐的名声也不好。你一个下人，也配教训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奴只是提醒顾小姐规矩。大小姐如今正在学规矩，若被您带偏了，丞相怪罪下来，老奴担待不起。若瑶姐姐，你就这样看着下人羞辱我吗？大小姐，老奴多嘴一句，顾小姐方才说的那些话，句句都在替顾公子开脱，却没有一句是在为您着想。嬷嬷，她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真与假，大小姐心里比老奴清楚。您只需想一想，若林二小姐在此，她会怎么说？嬷嬷，我们继续练吧。方才那个姿势我还没做到位。若瑶姐姐，我还要学规矩。来人，送顾二小姐回去。顾小姐，请。父亲，今日顾念去找若瑶了，顾家那边还不死心。据案未报，顾燕山最近在暗中接触几个外省的盐商，似乎在筹银两，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。顾家想要的从来不是林家女儿，是林家手里的盐政大权。若瑶若真嫁过去，便是把刀递给了顾家，他们好借若瑶的手，从林家这边撬开盐政的口子。父亲，姐姐今日的表现比从前好了很多。顾念来了一趟，她虽然动摇了片刻，但最终没有跟着顾念走。吴嬷嬷说，她后来自己要求继续练规矩，练到天黑才歇。婉清，你倒是对若瑶有耐心，她屡次三番对你出言不逊，你却不计前嫌的教她、帮她。女儿觉得是女儿欠她，若不是我亲生父母调换了我，她本应在丞相府长大，不必在乡下吃那些苦。她恨我、怨我都是应该的，但我不能看着她把自己毁了。她若能学到你3分性情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从前的那些事便算了，她若肯改，这个家便容得下她。你多费些心吧。是，女儿明白该怎么做。对了，父亲，今日顾府那边传来消息，顾首府被圣上赵进公训了一顿，似乎是有人在御前参了他一把，说他在盐政上有手脚。顾家作恶太多，迟早是要还的，只是如今时候未到，他们还有枝可依。你们多加小心便是。谁寄来的？养母寄来的。她说她很惦记我。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今年开了好多花，以前我每年都摘来泡茶喝。她还说让我在京城好好的，不要惦记家里。养母她对我真的很好。我小时候生了病，她背着我走了20里山路去看大夫，脚都磨出了血泡。我读书时交不起书风，
他和养父连着吃了3个月的野菜，省下钱来给我。可我回了京城之后，却跟人说他虐待我。李婉清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我是不是真的很蠢？我是不是根本不配做丞相的女儿？姐姐，乡下那18年不是你的错，亏欠是我亏欠了你。你从小没有学高门的规矩，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辨别人心善恶。你能活下来，能识文断字，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以前的事儿翻篇了，接下来怎么活是你自己说了算的。你若愿意，我教你；你若不愿，我也不强求。但你记住，你是我姐姐，我不会让你被别人欺负。婉清，我还能学好吗？只要姐姐愿意学，我便一直教下去，直到你在丞相府站稳脚跟，直到你再也不必怕任何人。我以前对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做了那么多蠢事，你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帮我？因为我知道那些蠢事不是你的本意，你只是太怕了，怕没人要你，怕这个家不认你，怕你终究只是个外人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怕，只是越怕越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但是以后我不会再怕了。姐姐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来，坐。王爷约我出来，是为了喝茶。喝茶只是顺便，主要是想问问你，那玉镯戴着可还合手？王爷当众赠酌，可想过朝中会如何议论？那些人可都说王爷这是公然向丞相府示好。本王做事何曾在意过旁人如何议论？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本王听的还少吗？那王爷究竟为何对我这般用心？我身上有什么值得王爷费这般周折的地方？15年前的事，你还是没想起来？15年前？15年前，我在御花园落水，满园的人都站在岸边，但没有一个人真的动，因为那时我只是一个贵人生下的不受皇上宠爱的皇子，生死也无足轻重。只有一个小丫头，她跳下去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去拉我，后来被救上来后发了烧，养了大半个月才痊愈。等我好起来去找那个小丫头，才知道她是丞相府的千金，发了一场高烧，把那天的事全忘了。我当时想着忘了也好，那么冷的水，她一个小丫头冲过来，定然是吓坏了。可我记住了她。你等了我这么多年，就为了今日。林婉清，从那时起，本王就心悦你。你是丞相的嫡女也好，假千金也好，对本王来说都没有区别，只因你是你。那便再等几个月吧，等我姐姐在丞相府站稳了脚跟，等我父亲认可了我这个假千金仍说是他的女儿，到时候王爷若还想娶我，我答应你。那本王便等着。本王已经等了15年，不在乎这剩下的交情。大小姐，今日开始学礼账，这是府中各处库房上季度的收支册子，您先看一遍，然后告诉老门哪些地方不合理。嬷嬷，这处裁办丝绸的银两一匹比市价贵了4成，金善人写的是2门上的刘管事。这多出来的4成银两去了何处？大小姐眼力不错，这处采买确实是刘管事经手的。多出来的4成银两被他以损耗运教犯的名目私吞了，这是府中多年来的老毛病，前2任管事的都没查出来。所以礼账不是为了记账，是为了管人。大小姐明白过来了，账册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流水对不上，必有猫腻；彩牌价虚高，必有贪墨。礼账里的不是数字，是人心。那嬷嬷教我怎么才能让这些账目再假不了？大小姐想学，老奴便教。从明日开始，老奴带您去各处库房实地盘点，一条一条的对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炖了碗参汤，趁热喝。母亲，我方才看账册，发现采买上有几处虚报的银两。嬷嬷说明日带我去库房实地查看。
女儿是不是做对了？对，你做得很好。林若瑶最近在府中禁足学规矩，林家那丫头倒是教得用心。今日暗卫来报，说林若瑶已经开始学礼账了，还查出了采买上的手脚。哥，你不是说林若瑶蠢得要命吗？怎么如今她还学会查账了？你这怕是彻底完了。她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手中这枚棋子便彻底废了。父亲，我还有办法。若瑶无碍，那日出狱，与我是一见倾心。你若信了旁人挑拨，并当这1年光阴是我顾某人不配，唯愿往后你平安喜乐。送到丞相府，亲手交到林若瑶手中，务必让她一个人看到。是。哥，这个主意好，只要林若瑶心软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我打赌，他对我还有情。大小姐，门外有人送了一封信来，说是顾公子给您的。那人叮嘱说，务必让您一个人看，不要让旁人知晓。姐姐若是想去见他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若去了，便要承担后果。你怎么知道是顾燕山的字？我在丞相府也见过几次，他那笔风骨学的是赵孟俯，入笔轻，收笔重，京城里用这种笔锋的人不多。姐姐若是不信我，便亲自去验证好了。明日顾家有个赏菊宴，顾燕山定然会在。姐姐若想去，我陪你。你要陪我去？你是我姐姐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你？你若想去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便陪你去。但你要答应我，无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许当场掉眼泪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林家那2位千金来了，那个穿粉色衣裳的是真千金林若瑶，旁边那个穿鹅黄色的是假千金林婉清。听说林婉清如今跟荣亲王走得很近，千秋宴上荣王亲手给她戴了镯子，可是满京城都传遍了。但这林若瑶可出大丑了。可不是嘛，但最近林若瑶倒是安分了不少。听说最近在府里跟着宫里的嬷嬷学规矩，也不怎么出来惹事了。若瑶妹妹，你来了，我还在担心你生我的气，不肯来了。顾公子，林二小姐也来了。我和姐姐得知顾府菊花宴宴请众高门，便想跟着来长长见识。顾府的菊花开的倒是比我想象中的好。本王也来长长见识，顾府的菊花确实不错。若瑶，今日赏菊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们许久未见了，我很是惦记你，我们去一边说好吗？顾公子，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的？我也有一件事想问你。1年前在乡下，你为何每次出现都如此恰巧？我与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是路过。那日我奉父亲之命去江南办事，途经你所在的村镇，恰好遇上了。为何每次我遇到危险，你都恰好路过？为什么在与我相识1年前，你便已经去私塾打听我的情况？若晓，你怎么还在怀疑我？那些人都是别人想挑拨离间，跟我毫无关系。我是真心想护着你。那这封信呢？设计金马让我受惊，你再出面相救。顾公子，这是你的字迹对吗？他怎么会拿到这个？顾公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动手，怕是不太妥当。顾公子，本来我是相信你的，不仅是你3番4次救我，而且我们这1年的情分也都是真实发生的。可这封信，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你。你救我，对我好是为了利用我，还是真的有半分真心？林若瑶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从前最信我。是，我从前最信你，可现在我不傻。若瑶，顾燕山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两清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我谢过你了。你利用我的那些事，我今日也还给你。往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不再欠你什么。很快我们丞相府会送去退婚帖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林婉清，若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顾燕山，本王奉劝你一句，林婉清你动不起，林家也不是你能消降的。若再让本王知道你打她姐妹的主意，本王让你顾家从京城彻底消失。姐姐，想哭就哭吧，这里没有别人。我是不是很丢人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揭他的短，出来又哭成这样。姐姐今日一点都不丢人，你今日站在他面前，把那些话全都说清楚了，没有哭，没有求他回头，没有给他留任何余地。姐姐做得很好。可他救过我，那一年他对我的好，有一大半是真的。我今日把他推开，往后就再也没有人那样对我。姐姐，对你好的人不会利用你，顾燕山对你的好，每一分都标了价码。而且谁说没有人对你好了？姐姐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婉清，谢谢你。怎么你说的话总是这么有道理？不是我有道理，是我比姐姐多吃了几年亏。姐姐往后多摔几跤，自然也会明白这些。是在咒我摔跤。我是在夸姐姐今日漂亮。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小桃今日做的，说你学规矩辛苦，特地多放了糖。好吃。小桃的手艺确实越来越好了。婉清，你说我以后还能嫁人吗？能，只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，别人给颗糖便跟着走了。等姐姐什么时候能辨得清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了，自然能遇见对的人。你说的对，我得先把自己立住了，再谈婚嫁，不然又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。姐姐如今能说出这番话，便已胜过京中大半贵女了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一辈子都活在父兄和夫家的阴郁下，从未想过要靠自己站稳。婉清，你说，父亲和母亲真的会接纳我吗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蠢事，当着满城宾客的面丢尽了林家的脸，还撒谎说我养母虐待我。他们真的能不介意吗？姐姐，父亲若真的不认你，那日在认亲宴上就不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是他女儿。母亲若真的不疼你，就不会日日让厨房给你炖补汤。他们只是还在等你真正长大。那我一定快快长大。父亲，您叫女儿来，有什么吩咐？下月秋猎，各府都会到。圣上点了名，要丞相府带家眷出席。你大哥已经定了，婉清自然也要去。至于你若想去，便自己去准备。骑马射箭，各府图谱，宴席上的座位规矩，你若能在1月内把这些都学明白，我便带你去。女儿一定好好准备，绝不给父亲丢人。行了，去吧。林中会帮你安排骑射师傅。他还真是变了。若放在2个月前，听到去秋猎，他能当场蹦起来，然后转头就去跟姑娘炫耀。人是会长大的，姐姐只是慢了一点。他若能稳住这1个月，
秋烈上不丢人，我这个做父亲的，往后自然也不会亏待他。姐姐，你怕什么？这马比你还温顺，它连兔子都追不中。他看着好高，比我高那么多。它叫红枣，脾气特别好，府里6岁的小喝都骑过它。姐姐，你总不至于比6岁的孩子还不如吧？我上来了，然后呢？怎么让他走？他不会把我甩下去吧？大小姐，这马还没您走得快呢。您瞧它那步子慢悠悠的，比老太太散步都稳当。林婉清，你还笑？快教我怎么让他停下来！姐姐，骑马不难，你放松些，腰挺直了，别趴着。你越趴，他越觉得你怕他，他反而会慌。你把背挺起来，看着前面，双手握住缰绳，轻轻带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像也没那么可怕。姐姐比我想的厉害多了，再练2日，估计就能小跑了。那等我学会了，以后我自己骑马出门，就不用坐马车了。当然，到时候姐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再也不用等车夫套车了。王爷约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看您在这儿吹风。本王是在等你。你最近倒是忙得很，日日围着你那姐姐转，连本王派人送去的帖子都搁了2日才回。若瑶姐姐在学骑马，我得在一旁看着。她那人胆子小，骑射师傅又严厉，若我不在旁边，她怕是要哭鼻子。那你可曾想过，你日日交谈，谁来陪我？王爷这话说的像是在撒娇。本王就是在撒娇。那林婉清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与本王单独待一会儿？等秋烈之后吧。若瑶姐姐那性子，秋烈上指不定又出什么岔子，我得看着她。那本王便等着，只是别让本王等太久了。本王等了15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你愿意答应，若还要无休无止的等下去，本王怕是要去丞相府门口堵人。不过几日便等不了了。堂堂荣亲王说出这种话来，不怕被人笑话？本王在自己王妃面前说几句话，谁敢笑话？谁是你的王妃啊？还没过门呢。那本王明日就去丞相府提亲。别，等秋烈之后。我父亲正在为若瑶姐姐的事操心。好，那就秋烈之后，一言为定。姐姐，都这么晚了，还在看这些？秋烈上各府都会到，我若连人都认不全，到时候叫错了称呼，说错了话，岂不又是丢人？吴嬷嬷说，光记住名字还不够，还得知道各府之间是姻亲还是世仇，哪些人之间该避嫌，哪些人之间该客套，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。先喝了汤再看。婉清，你说秋烈上顾家的人也会去吗？会。顾家虽然跟我们有嫌结，但到底还没有被圣上逐出京城。秋烈是皇家围猎，5品以上官员家眷都会到场，顾燕山多半也会去。那到时候我若见到他，该怎么办？姐姐，你不想理他，佯当没看见；你想跟他说话，便大大方方的打声招呼。你如今已经不怕他了，该怎么应对，你心里自有分寸。你说的对，我不怕他了，我也不欠他什么了。他若来跟我说话，我便以礼相待；他若不来，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，就这么简单。姐姐如今能说出“以礼相待”4个字，吴嬷嬷听了，怕是都要感动的落泪。少打趣我。不过婉清，我以前真的有那么糟糕吗？比糟糕更糟糕一点。姐姐以前简直是顾燕山身边最成熟的一把刀，她指哪儿你砍哪儿。那你现在看着我这把刀，觉得怎么样？
姐姐现在这把刀有自己的刀鞘了，不会随便被人抽出去乱砍了。姐姐今日这身打扮，倒真有几分世家千金的派头了。你教的吗？吴嬷嬷说，出门在外，衣着体面是对主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尊重。我今日这身，可是挑了整整2个时辰才定下来的。你姐姐今日倒有几分样子了。方才采访路过御帐，皇后娘娘还夸了一句：“林家千金气度不凡。”她本就不差，只是前面几年没有学规矩。是，现在啊，你就向着你那个姐姐吧，别人说不了她一句坏话。那是自然，她可是我姐姐，我不护着她，她被人欺负了可怎么办？我兄长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神射手，某些人要是连弓都拉不开，趁早别上阵丢人了。说的是啊，才找回的乡野千金，怎么会射箭啊？对啊，但你看他的穿着，看来是必要上场了，说不定比上次千秋宴还要丢人。这丞相可真是找回来一个惹事精。婉清，我想去试试。去吧，按吴嬷嬷教的，站姿稳住，手肘别抬太高，瞄准了再放。顾小姐，我射的可还行？怎么样？我那一箭还行吧？比我想的好。姐姐再练2个月，怕是能跟大哥比射。那我可要多练。臣女林若瑶敬皇后娘娘一杯，愿娘娘千秋万福，福寿绵长。林相，你家这位千金比上回见时可是大不一样了，举止得体，落落大方，比京中不少养了10几年的闺秀都要有气了。娘娘过誉了，若瑶年纪尚轻，往后还仰仗娘娘多看顾。若瑶，你可真是长大了，比之前稳重多了。母亲真的很欣慰。母亲，这都是吴嬷嬷和妹妹的功劳，她们教我规矩，让我可以在高门大户立足。好，真好，你们2姐妹可以相处得这么好，我也安心了。妹妹，你这耳根怎么这么红啊？不会是看到了荣王殿下吧？姐姐现在规矩学会了，就开始对我打趣了。夜里风凉，你穿的单薄。王爷怎么不去跟那些将军们饮酒？听说今晚御帐那边可热闹，几位将军都喝高了，正在掰手腕呢。本王在等人。等谁？等你。林婉清，等秋猎结束，本王便正式向丞相提亲，你可愿意？你这人怎么总是这样？那你答不答应？嗯。荣亲王这是把整个王府都搬来了吧？这可是头一遭见这么大的阵仗。王爷金尊玉贵，向小女提亲是丞相府的荣幸。只是婉瑜虽不是我亲生的，却是我养大的女儿。丞相放心，本王以荣亲王府全部身家作保，此生只娶林婉清一人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聘书在此，礼单在此。若丞相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出来，本王无有不从。王爷诚意，老夫看到了。
这婚期容老夫与内女商议后再定。婉清，恭喜你！不过你这手抖得跟筛子似的，你少打趣了。等你以后定亲的时候，我看你抖不抖。婉清，沈一安他对你真的那么好吗？他这个人吧，做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从我在丞相府门外走投无路那天起，他一直在帮我，不是那种逼着我还人情的帮，而是悄悄的、不声不响的，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王爷日理万机，今日屈尊降贵，总不会是特意来给小女子当车夫的。况且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容易惹人非议。王爷还是请先说正事吧。我们成亲吧，你做本王的王妃。王爷不要拿小女人说笑，你应该是没听说吧？我今天刚被告知是假千金，如今不过是个穷苦百姓，怎么敢攀上王爷的高枝？本王的消息自然是灵通的，你若是答应，作为成亲的诚意，本王会给你丰厚的聘礼。另外，本王会将名下100间京城旺铺，外加城南万亩桑林的契纸，立刻转到你名下。婚后，荣亲王府库房随你调用，你同样会有高人一等的身份，不必再受任何委屈。那我以后也能遇到这样的人吗？能的，只要姐姐不着急不将就，总能遇见的。比顾燕山好100倍的人，这世上多的是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不着急了，我先把骑马练好，把账目学明白，把各府的族谱背熟，等我把自己立稳了，再谈婚嫁也不迟。姐姐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婉清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从一个很蠢的人变成了一个没那么蠢的人？好像也就用了几个月。姐姐，你早就没那么蠢了，你只是以前没人教你，如今你会了，往后只会越来越好。圣上下旨了，3日后，顾家所有产业抄没入关，我们流放岭南，顾家完了。完了？什么叫完了？我们顾家不是荆州望族吗？父亲不是内阁首辅吗？圣上怎么能说抄就抄？你以为你哥那点破事能扳倒我？是荣亲王沈一安把3年前我们在盐政上的手脚全部翻了出来，那些证据他攒了整整2年，就等着今日。他是铁了心要让你顾家彻底从京城消失。沈一安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他等的就是林家姐妹彻底倒向他那一边。林若瑶跟我彻底决裂的那天，就是他动手的日子。你终于明白了，晚了！我顾家3代基业毁在你这个蠢货手里。若当初安安分分，不去招惹林家那2个丫头，我顾家今日何至于此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顾氏一门结党营私，祸乱朝纲，贪没盐政银两，构陷忠良，残害百姓，罪证确凿，着即日抄没家产。顾首府顾燕山流放岭南，顾氏其余家眷逐出京城，不得再入仕途。我要见圣上！我要见圣上！顾家3代忠良是荣王陷害。顾公子，圣旨已下，抗旨不遵者格杀勿论。我劝你老实些，少受皮肉之苦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不要离开京城。这顾燕山被流放，还要攀咬荣王一口，当真是急眼了，也不怕荣王发怒，连性命都保不住。谁说不是呢？这顾家坏事做尽，还敢求见圣上，只杀害官员孩童这一项就能顶他们的罪？顾家倒了，圣旨今日一早下的，抄没家产，流放岭南。顾燕山顾首府流放岭南，其余家变逐出京城。3年前他在京郊逆杀政敌幼子的事，沈一安查了多久？据我所知，他让人查了整整2年，从顾家在盐政上动手脚开始，一路查到了3年前那桩命案，还有1年前指使下人在乡下设计若瑶的事，桩桩件件，证据链完整的，让大理寺都不需要再审。那是他应得的。你能说出那是他应得的6个字？
比当初那个哭着求我别赶他走的林若瑶已经进步了不少。是婉清教的，她说别人欠你的，你不用追着去讨，老天自有安排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你说的，在茶楼雅间里，你跟我说顾燕山欠你的，你早晚会讨回来，但不是用哭的方式。那倒是，不过我当时说的是你早晚会讨回来，没说是老天帮你讨，还是你自己动手讨。结果他是被沈一安收拾了。那也算讨回来了，反正结果是好。圣上赐婚的旨意已经下了，婚期定在下月初8。荣亲王今日一早进宫谢恩，皇后娘娘也点了头。婉清，你的婚期定了。下月初8，那不是只有不到1个月了。婉言，荣亲王等了这么久，怕是早就等不及了。不到1个月，他怕是连婚房的帘子都亲自挂好。姐姐也学会打趣我了。我是你姐姐，不趁你嫁人前多打趣几句，等你进了王府，我可就没机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。婉清，嫁妆的事儿，你母亲已经准备了大半年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若瑶，你也别光顾着笑，你妹妹的婚事，你这个做姐姐的也要帮衬着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好好帮婉清操持。虽然我懂得不多，但添香、送嫁、招呼宾客这些事儿，吴嬷嬷都教过我，我不会给林家丢人的。婉乔，这是娘给你准备的嫁妆，虽比不上荣亲王补的聘礼，却是娘这些日子一点一点攒下的。有些是当年我加入林家时带来的陪嫁，有些是这些年自己攒的提子。母亲，这镯子是您嫁妆里的那对？对，当年我嫁给你父亲时，我母亲给我的。这些年我一直舍不得戴，想着留给女儿。没想到一口气留了2个女儿，这对镯子便给你了。若瑶那里，我另外备了一对差不多的。母亲，您不怪我了。怪你什么？你是我养大的女儿，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。你第一次学写字，写的第一个林字，歪歪扭扭的，我到现在都留着。你不是我生的，可你是我养的，这份情不会因为你身上流的是谁的血就变了。母亲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嫁人是好事，哭什么？嬷嬷，多谢您这些时日的教导。若瑶从前不懂事，顶撞了您许多次，说了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请您原谅。大小姐请起，老奴何德何能担得起您这一礼？担得起。嬷嬷教我的那些，我从前不懂，如今明白了。往后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记得您教我的：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遇事不慌，逢人不悲。大小姐能有今日，老奴便知足了。老奴在宫中伺候了大半辈子，见过无数贵女。大小姐虽起步晚，但心性纯良，往后必能走得长远。我会好好走下去的。林婉清，终于等到这一日了。王爷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从你那年不顾危险下水救我开始就等了。那你也等得太久了。再久也值得。荣亲王府的伙食果然好，你这几日胖了些。少胡说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胖了？我是你姐姐，自然要关心你。厨房新做的桂花糕，尝尝。比小桃做的差点功夫，但也不错。那下次让厨房少放半勺糖。
荣亲王这是在记仇，因为我方才说你家点心不如我府上的。本王只是实事求是，既然林大小姐说差了火候，那便改进。确实比小桃的差点。那王妃今晚亲自下厨，让本王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好吃的桂花糕。你这是在报复我？本王只是实事气事啊。1年前我刚回京城的时候，做梦都不敢想自己能站在这儿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被调换了这么多年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回了家也没人待见我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啊，我觉得这京城我终于算是站稳了，我不怕顾家的人来找我了，也不怕别人拿我的过去说事了。我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有大哥，有你，还有吴嬷嬷和林叔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林大小姐如今在京城的名声，可比某些整日只知吟风弄月的贵女强多了。前日早朝时，还有几位大人向丞相打听你的事，问你是不是还没定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过姐姐放心，父亲说了，你的婚事不急，等你再历练2年再说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可不想嫁人，我还要跟着吴嬷嬷学2年规矩，跟着大哥看2年账本，跟着你学2年怎么跟人打交道。嫁人的事儿往后再说吧。你亲生父母找到了，他们还活着？活着，在江南一个小镇上，日子清苦，但还算安稳。本王已经派人去接他们了。若他们愿意回京，大约半个月后能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可也是害了若瑶姐姐的人。若没有当年那一念之差，若瑶姐姐不必在乡下吃18年的苦。他们当年是受人蛊惑，顾家以重金相诱，他们才做了那件错事。后来他们毁了一辈子，带着若瑶在乡下艰难度日，就是想弥补自己犯下的错。那若瑶姐姐知道这件事吗？本王还没有告诉她，这个事应该由你来跟她说。我今晚便去跟姐姐说，这件事不该瞒着她。他们还活着，在江南？是，在江南一个小镇上，靠给人浆洗衣裳为生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那你想见他们吗？想。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虽然做了错事，但我还是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，这些年过得好不好。只是我不知道姐姐会不会介意。我不介意。他们虽然把我送走了，可他后来养了我好几年，他们对我很好。那些说他虐待我的话，都是我为了博同情编出来的。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，还让我上私塾，他们只是太穷了，做了错事。婉清，等把他们接回来的时候，让我也见见吧。好，我们一起见他们。你是婉清吗？是，我是婉清。当年你才刚生下来，我们就把你给抱到了丞相府。我还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你。当年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鬼迷心窍啊！我在丞相府过得很好，父亲母亲对我都很好，姐姐她也很好。若瑶，对不起，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求你的原谅，只希望以后能见见你，可以吗？当年若瑶刚来到家里的时候，生活过得特别苦，连给若瑶买个像样的鞋子的银子都没有。若瑶也没有哭闹，自己给自己用布和木头做了一双鞋子，还笑着说自己真的特别有天赋。对呀，若瑶从小就懂事。若瑶，你恨我们吗？以前恨过，恨你把我送走，恨你让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可现在不恨了。
而且你们对我真的不错，供我读书，给我做饭，冬天给我缝棉袄，天不亮就起来干活，给我教书孙。我从前跟人说你虐待我，是我不对。我们理解你，刚到丞相府想要立足很难，不论你怎么说我们都不会有怨言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欠你的。那你还能叫我们爹娘吗？爹，娘。坐下说话吧。你们站着，倒显得老夫怠慢了客人。你当年做的事，按律法论是重罪，但你们也是为了生计，受人蛊惑。我查过了，你们后来对若瑶不差，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她读书。这10几年的弥补，抵消了一部分过错。丞相，是我们的错，都是我们鬼迷心窍换走了您的孩子，您还能原谅我们，真的是大恩大德，不会忘记的。往后你们若无处可去，便在京城住下，我会让人给你安排个住处，日常开销也由丞相付出。你们虽然做了错事，但毕竟是婉姬和若瑶的家人，让他们看着自己的生父生母在异乡漂泊，我不忍心。谢丞相，谢丞相大恩。若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做了些点心，想着给你送来尝尝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老头子，快来啊！若瑶来了，给咱们带了点心。若瑶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好了，爹娘，别忙活了，我就是过来顺路看看你们，给你送点我自己做的点心。好吃，真好吃。若瑶，你如今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。是婉清教我的，她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本事，不能总指着别人过活。我如今会礼账，会骑马，会做点心，以后还会学更多。还是丞相府会教养孩子，跟着我们这些乡村野妇，这么多年也没让你享一天的福。爹娘，你们当年没钱也要让我上私塾，让我识字念书，这份恩情我不会忘记的。往后我会常来看你的。好，谢谢你若瑶，谢谢你不怨恨我们。在看什么？我生母写的信，信里说她在小院里住得很好，桂花开了，她摘了些跑茶，味道很香，希望我可以去尝尝。若瑶常来看她，她很高兴。你想去吗？当然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是我一个人总是会害怕。那明日便去，本王陪你一起。好，有你在我就不害怕了。若瑶，你再看下去，这账本怕是要被你看出2个洞了。大哥、大嫂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大哥说你这几日都没怎么出门，整天闷在屋里看账本，怕你闷坏了，让我拉你出去走走。我前日发现财楷上有一处对不上账，正在查。吴嬷嬷说能把这一处查清楚，我这理账的本事就算是出师了。你大哥说你最近进步飞快，我还不信，今日一看，倒是我小看你了。都是晚餐和吴嬷嬷教的好。这吴嬷嬷不愧是太后身边的老人，看把咱们若瑶教得多好。若瑶现在啊，可比什么王家才女更胜一筹。好了好了，婉宁，你看若瑶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学得快也是你自己的本事。行了，账本先放着，今日天气好，陪我们出去走走，别整日闷在屋里。好吧，正好我也想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商机。喜欢那匹绸子？不是，我是想起刚回京城那会儿，我穿着养母给我缝的那件半旧的蓝布衣裳来丞相府，那时候也路过了这家绸缎庄，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融不进这里了。可现在走在这街上，倒觉得京城也没有那么可怕。那时候我记得若瑶看到我和父亲，只会躲在母亲身后，一句话也不敢讲。可你现在走在这街上，
谁见了不说一声邻家大小姐好气度？大哥就会说好听的，这我可真不好意思了。你大哥难得说句实话，你还不信？你大哥可不轻易夸别人呢，现在啊，老是在我身边夸你。说实话，我都听烦了。姐姐今日穿这身衣裳，倒是比上回见又气派了几分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照着吴嬷嬷教的赴宴穿搭12法搭的，袖口的暗纹、裙摆的长短、发簪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。这衣服啊，可是若瑶连夜让人赶制的，这专门来给你炫耀来了。姐姐这样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怎么？那你也是我妹妹？往后常来走动，虽然他们都不说，但是我能看出来若瑶和婉仪都惦记着你，希望你常来丞相府呢。1年前谁能想到林家有今日这般景贵？婉宁和若瑶可以相处得如此融洽。我想到了，从多年前婉宁救我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她以后一定是我的王妃。你这个人果然是个痴情的人。彼此。你当年为了娶苏婉宁，不也在父亲书房外跪了一场？哎呀，还提他干嘛？看来啊，我们林家人都是痴情的。这孟清远虽出身寒门，却才学出众，品行端正。更何况他还是林世子在国居县时结识的好友，并由丞相亲自把关，定下了这门婚事。林大小姐这回终于是得到了良配。若瑶，多谢你愿意嫁给我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信。看见姐姐这么幸福，我也是安心了。自然，这孟清远家世清白，为人正直，本王认为这人是良配。本王一向眼光很好。你那是看人准，你明明是挑人挑的刁。那本王当年挑中了你，算不算眼光好？你们两个在女儿面前能不能收敛点儿？叫姑姑。乖，姑姑以后也给你生个表妹陪你玩。一切都刚刚好。刚刚好。